56岁男子心肌梗塞去世，医生苦劝，洗完澡后4件事能不做就不做。刚退休的刘大爷特别喜欢运动，由于他平时就患有心肌梗塞，所以在运动方面只能选择轻微、力度不大的运动。可这段时间，刘大爷就以自己的疾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复发过为由，开始了运动锻炼。一个清晨，刘大爷选择了1小时的短跑，跑完后，刘大爷大汗淋漓，口渴难耐。不得已，他将冰凉的矿泉水一口气喝完，这还不行，回家后又冲了澡。洗完澡没多一会，刘大爷就捂住胸口，痛苦的倒在地上。家人见状，连忙将刘大爷送往医院，还未到达医院，刘大爷便去了另外的世界。为此，刘大爷的老伴很是不解，刘大爷的心梗平时控制的好好的，怎么洗个澡就让他阴阳两隔呢？医生为刘大爷的老伴做出了解释，运动完后不建议立刻进行洗澡，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，因为人在运动过后，身体每个部位的耗氧量增加，这就需要大量的血流来给各个器官提供氧气。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洗澡，大量的血流就会涌向皮肤，继而导致大脑、心脏等重要器官缺氧。并且刘大爷洗澡的时间恰巧在4月份的清晨，这时候的气温依然不稳定，且刘大爷的洗澡的温度只有35度，殊不知温凉的水温也是导致心肌梗塞发生的主要原因。运动过后，人体的交感神经本就处于兴奋状态，如果这时候再加上凉水和热水的冷热刺激，就会使人体的心律失常，血压增高，就会诱发心肌梗塞。看似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，却会对身体带来特别大的危害。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日常中的一些小习惯。1. 心肌梗塞。心肌梗塞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疾病，心肌梗塞是因冠状动脉出现了急性阻塞，阻塞的血管不能给心脏正常输送氧气，心肌不能及时得到氧气的供应，还有心脏血流灌注量的减少。心肌的持续缺氧也会使心脏的各分支灌注动脉的供血量减少，进而引起心脏供氧的失衡。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较长的话，心肌细胞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坏死。心肌梗塞的发生与动脉粥样硬化、糖尿病、肥胖、抽烟、情绪激动、天气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。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在发作前会有乏力、胸闷、心悸、烦躁等前兆。当患有心肌梗塞的患者在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，要及时服药或者到医院进行治疗。2. 心肌梗塞在生活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？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在饮食方面格外注意，避免高脂肪、高胆固醇、高糖、高盐食物的摄入，尽量食用富含维生素、高蛋白、膳食纤维的食物，如鸡肉、鱼肉、豆制品等，多食用新鲜的水果蔬菜，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如核桃、芝麻、坚果等，保护好心脑血管的健康，尽量避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预防心肌梗死最有效的方法，生活中避免熬夜，早睡早起，让人体的生物钟维持在正常的界面。喜欢抽烟喝酒的人群要戒烟戒酒，避免酒精和尼古丁对心脑血管产生更大的危害。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，避免病毒和细菌的侵害。心肌梗死的患者虽然不宜进行剧烈的运动，但可以选择适合自己体力不太剧烈的运动，在保证对身体不会造成大的危害时，还可以提高患者机体的免疫力，也可以促进多巴胺的释放，让人的情绪一直处在愉悦的状态。长期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都会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，而长期的情绪低落对疾病的恢复也有一定的影响，所以慢性疾病的患者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积极面对疾病带来的症状。当发现有焦虑和抑郁的情况时，要及时和家人沟通或者及时就医检查。在疾病发生时，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，并遵医嘱按时服药，不要出现漏服和错服的情况。定时复查，平时多了解关于疾病的预防和急救应对措施，不要随意更改药物的剂量，不要私自停药。一旦发现紧急情况，要及时就医，避免因延误时间带来生命危险。心肌梗死患者在平时可以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，一旦发生胸痛、上腹痛、头晕的时候，要及时服用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，再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。
发生在刘大爷身上的事情值得警醒，因此医生苦劝各位心肌梗塞的患者，洗完澡后4件事情要尽量避免。3. 洗完澡后4件事避免。1. 洗澡过后不要食用冷饮。很多人在洗澡过后有一个爱好，那就饮用冷饮和雪糕，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。人体在洗完澡后，身体的每个毛孔都处于开放的状态，如果这时候摄入大量的冷饮，会使体内的毒素无法代谢而堆积在体内，毛孔在冷饮的刺激下也会迅速关闭，这时候就会导致血管收缩，导致血压急剧上升。血压上升到一定的数值时，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几率会增高。2. 洗完澡后不要穿过于紧身的衣物。洗完澡后尽量以宽松和纯棉的衣物为主，不要穿过于紧致的衣物，以免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人体的器官缺氧。3. 洗完澡后不要立刻进行体力运动。洗完澡后要避免重体力运动，有些人在刚洗完澡后就会进行剧烈运动，这时候人体的血液和神经在洗完澡后还处于休整状态，猛然的用劲会使人体血压上升，使还未安静下来的神经依然处于强烈的兴奋状态，这时候就会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，甚至有部分严重的人会直接发生猝死。4. 洗澡后避免吹空调。炎热的夏季，许多人在洗完澡后会继续坐在空调下，享受凉意的冲击感，殊不知这样的习惯和爱好会给身体带来特别大的危害。这样做会使皮肤表面的血管急速收缩，加重了心脏和大脑的缺氧，让人体体温调节器不能及时反应，人就会出现体温过高或者过低的现象。4. 那么运动过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？1. 运动过后避免立刻洗澡。很多人运动过后感觉大汗淋漓，浑身黏黏糊糊的，特别不舒服，所以立刻想冲个澡来让自己轻松一下。甚至有的年轻人在运动后直接选择用凉水来冲澡，殊不知这个方法是大错特错。运动后就洗澡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举动。运动过后，人体的各种神经还处在兴奋状态，如果这时候进行洗澡，血压会急剧升高，这对平时就患有高血压的人群来说，发生脑出血和脑梗死的几率就会增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心率会发生紊乱，这对本身就患有心脏疾病的人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伤害。因此，最正确的做法就是运动后先进行肌肉的拉伸，喝水不宜大口喝，要少量多次的饮用，并且尽量以温水为主，不要喝过于冰凉的水。过后可以先用毛巾擦拭，待身上的汗水干净，或者歇息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后再进行冲澡。2. 洗澡时的温度要适宜。很多人在洗澡的时候会有特别的爱好，有的人喜欢烫烫的水，有的人喜欢凉水。其实过热过凉的水对身体都没有多大的好处。洗澡水的温度尽量以37到41度为主，过高过低都会对人体有影响。水温过高时，大量的血液聚集在皮肤，就会使大脑和心脏的血流供应减少，从而导致大脑和心脏缺氧。过低的水温会导致血管收缩，导致全身血流速度减慢，这时候血压不仅会上升，还会心悸胸闷、呼吸困难的发生。3. 洗澡不要超过半小时。很多人在洗澡时特别喜欢长时间待在浴室里，这种现象就像温水煮青蛙一般，身体表面感受到的是舒服，殊不知身体长时间待在高温环境下，人体的血液大多数都聚集在皮肤表面，短时间可能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影响，时间太长的话，身体的各个器官会忍受不了高温，就会发生胸闷气短、头晕等。有些本身就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会直接晕倒，这也就是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不能蒸桑拿的原因。所以这类人群在洗澡时要将洗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，避免时间过长。4. 酒后不洗澡。人体在摄入大量的酒精后，血管会处于扩张的状态，如果这时候再用热水洗澡的话，就会加速血管的扩张，还会抑制中枢神经，使人出现头晕。再加上浴室太滑，就会导致人摔倒，发生意外。结语。那么说完这些，大家对以上问题是不是有所了解呢？正确的洗澡方式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严格注意，以免错误的方式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。
而正确的洗澡方式在保持人精神抖擞的同时，还可以避免一些隐形的危害。因此，在洗澡时一定要知道以上4个不能做的事情，在生活中多学习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知识和处理方法。